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对于女人来说，有3样东西是她们梦寐以求的，分别是美貌、财富和家庭。尝过生活冷暖之苦，历尽时光花开花落的女人更是如此。而本期女主人公就曾经拥有她们，可以说她是幸福的，但也是不幸的，因为她比其他女人多了一份14年的逃亡之路。今天我们就来艺术性的讲一讲这位被称为日本版劳荣枝的女人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和狗血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能够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故事得从1972年日本的松山市的一所监狱说起。当天下午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缓缓走出牢房，当着狱警的面脱下牢服，换上了自己以前的衣服。她终于刑满释放了。走出大门之前，男狱警却把手伸到她下面，然后来了一阵习惯性的发抖。看着狱警猥琐的笑容，女子狠狠回了个冷眼。要不是那些投诉记录突然被烧毁，这些狱警可都吃不了兜着走。来到外面，女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可这种如释重负的自由感觉，下一秒就被身无分文的窘境狠狠敲碎。整整站了2个多小时，她才搭上了一位善良老伯的便车，来到市里。街道旁饭店的菜香，马路上恩爱的夫妻，耳旁路人的欢声笑语，本应是美好的事物，却如针尖般狠狠刺向福田和子的失落。站了许久后，和子走进了巷子里贴有招工告示的寿司店，洗碗打扫送餐。和子把以前只会吩咐保姆做的事情全都干了个遍，只为暂时能填饱肚子和有个落脚点。和子工作的寿司店位于一家成人俱乐部出口旁，每夜幕降临，就会有年龄各异的男人进出，时不时搂着光鲜艳丽的年轻女孩走过。几天后，和子照常从住所来到寿司店这条巷子，只不过他走进的地方不是寿司店，而是旁边的成人俱乐部。灯红酒绿的酒吧马上唤醒了和子沉睡的夜场细胞。不到1个月时间，和子便搬进了高级公寓。就在和子沉溺在酒醉金迷的风花雪月里时，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池上的男人。池上原本是一名黑社会，后来因为厌倦刀光火影的生活而隐退江湖，并成为了一家金属加工厂的管理人员。在池上的痴心追求下，和子也从夜场的女陪侍变成了每天来往于住所与菜市场的家庭主妇。2人还养育着4个孩子，但因为怕丈夫家人忌讳自己的牢狱经历，和子一直没和池上正式登记结婚。80年代后，随着当地金属加工业的没落，丈夫的收入也大大减少。为了贴补家用，和子不得不重操旧业。但年过30的中年妇女根本就无法和夜店里的年轻小妹相比，和子只能在钢管旁边拼命摇摆，可脱衣女郎赚的钱也是少得可怜，说白了就是夜场的廉价临时工。无奈的和子就向妈妈桑提出坐台的要求。不出所料，年过30的她经常成为男顾客的笑料。哟，大妈，怎么又是一个人在喝闷酒啊？不是我说你，都这把年纪了还这么拼命，还是收拾收拾回家扶持老公去吧。听到这话的和子立马火冒三丈，直接将杯子的酒甩了过去。这一甩，同时也甩到了陪酒女安港后子。天降浓酒的安港后子立马火冒三丈，你这老女人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说完便一巴掌扇向和子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安港后子把和子里里外外羞辱了一番，引得全场阵阵大笑。可无论别人笑得多开心，和子也只是一言不发，喝着自己的酒。几天之后，夜场的妈妈桑发现安港后子接连几天没来上班，便立即报了警。直到8月24日，在郊区的一处山间小路上，人们才发现了他的尸体。初步勘查后，警方排除了性侵和盗窃的可能。酒馆的老板表示，死者与和子当晚曾因为金钱发生纠纷。结合案发后和子的失踪，日本警方很快就将嫌疑人锁定在这个女人身上。审讯中，和子的丈夫池上向警方交代了作案过程。8月19日那晚，妻子致电正在上夜班的自己，以要紧事为由，要求他立即赶到松山市的一家公寓。可没想到，一到公寓就看到地上死去的安港后子。妻子表示，安港后子借了自己的钱不还，本想找他理论理论，不料2人却吵了起来。扭打过程中，出于自卫，便用丝袜勒死了他。因为怕事情败露，
所以当晚两人并没有报警，而是把尸体藏了起来，然后当掉了死者家里的部分衣服和钱包，加上存折，妻子总共兑了260万日元的现金。本以为妻子会按照约定第二天回来，因为家里还留着安港后子许多名牌衣服，可没想妻子隔天就没了踪影。念及只是帮凶的丈夫主动认罪的情况，警方在池上家中电话加了监听装置，以此给池上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把妻子骗回家中绳之以法。虽然隔天妻子的确有打电话回来，但也只是简单的告别，没事，我不会想不开的，有时间我会再打来电话的。说完便是电话挂断的声音。根据调查，这个电话从东京某个公用电话亭中拨出，从这个电话开始，和子正式踏上了逃亡之路。从松山到东京再到大阪，和子一直穿梭于大城市之间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利用繁华的车水马龙和人流掩盖自己的存在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和子就如同飘在荒漠中的一粒小沙子，根本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哪阵风吹到哪里。而对于另一边苦追和子的警方来说，就好像在遍布荷叶的池塘中寻找一颗浑浊的水珠。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找不到这颗水珠，那这滴浑浊将永远消散在湖水中。因为根据当时日本法律的规定，当时的起诉时效为15年。如果在案发15年后找不到凶手，那即使最后凶手主动现身，即使警方手握铁证，凶手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。猫与老鼠，一明一暗。这场游戏最终的赢家到底会是和子还是日本警方？时间一定会给出答案。独自带着200多万日元逃亡的和子，不但要时刻提防警察，还要提防身边的小偷。思考再三后，和子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从双眼皮、鼻梁再到唇形，从东京到横滨再到大阪，和子3进3家整容院，只为掩盖自己的容貌。但即使如此，和子的逃亡路上的艰辛也丝毫不减。由于受害人和媒体的压力，警方向全社会公开了和子的案件，众筹奖励提供有价值线索的人。几次整容后，和子200万元的积蓄所剩无几，他迫切需要一份工作养活自己。可来到人才市场后，他发现周围求职的人都是年轻男女，和子深深感受到了中年危机的窒息感。正规公司不敢进，街边店铺太显眼，兜了一圈，和子还是走进了酒吧。当然，这次并不是拼命摇摆的脱衣舞郎，也不是衣不遮体的陪酒女郎，而是角落里打扫卫生的阿姨。在酒吧工作过程中，和子认识了附近一家和果子店的男店主藤原。藤原当时因为妻子离世，整天颓废于酒吧。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，和子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便经常好言相劝。也正因如此，和子这个红颜知己也逐渐的从酒吧走到了他的店铺。慢慢的，藤原发现和子很有做生意的天赋，从年轻小孩到工薪白领，再到街坊邻居大妈，和子总是能让他们成为回头客，甚至还主动改良了店里的点心配方，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。不到1年时间，藤原就盖起了3层小洋房。可藤原哪里知道，和子丰富生意经的背后是数年逃亡生涯练就的高超识人本领。每当在外面逛街，藤原的父母总能收到邻里左右的夸奖。在几方吃瓜群众的撮合下，和子从店员变成了老板娘。每天傍晚店里打烊后，和子总会独自一人看着日落。今天总算平稳度过，可明天又会是如何呢？看着看着，和子双眼不禁泛起泪光，抹下了眼角。和子回到了住所，却不料藤原的父母早已在客厅等候自己。他们表示希望他能和自己儿子登记结婚，毕竟两人在一起生活那么长时间，没有个名分，这怎么都说不过去。可和子立马以自己前夫的纠缠为由婉拒。他说自己是因为无法忍受前夫家暴才离家出走，如果要回去和前夫离婚，那前夫是怎么都不会同意的。而且自己亲戚和前夫都在一个村子里生活，自己不希望他们被前夫骚扰。听到这样的回答后，店主家人也没继续强求和子，毕竟相比较于幸福的婚姻，到区役所登记只是一种形式而已。由于店里生意越做越大，店里需要一位运输点心的司机，和子便把自己和前夫的大儿子叫过来帮忙，还告诉他不能在店主面前说出两人的关系，不然就得不到这份待遇丰厚的工作。起初事情都一切按照和子安排的节奏进行，可后来因为一场交通事故，丈夫藤原无意间获悉儿子是来自于爱媛市的松山，而好巧不巧还引起了丈夫堂姐的怀疑。
虽然堂姐无法判断电视里的女通缉犯是自己弟媳，但她还是将情况反映给了当地警察署。几天后，警员来到盒子店铺里，询问老板娘小野四人的踪影。盒子转身一看，发现居然是警察。虽然心里慌得一匹，但还是故作镇静地回了一句：“哦，老板娘刚好送点心给村里小学的老师了。”在确定警员朝小学方向出发后，盒子立马跑回家中，拿着自己攒了3年的积蓄，骑着自行车一路狂飙到16公里外的金泽市，然后搭乘了前往京都的列车。赶到学校后的警员才反应过来，刚才店里的那个女人根本不是店员，就是老板娘小野四人，也就是一直化名潜逃的杀人犯福田和子。知道真相后，一脸茫然的藤原呆呆站在门口，感觉就好像做了一场梦，就是不知道这到底算是美梦还是噩梦。逃亡的第4年，和子在名古屋在情人旅馆干起了清洁工的工作。每天晚上劳了一天后的和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在梦里，她成为了和国子店连锁企业的老板娘，并在东京购置了很多房产。突然之间，一声警笛声惊醒了和子，还好只是消防车经过。看着消防车消失在夜色中的尾灯，和子想了很久，隔天就离开了名古屋，来到了福井，然后又做了几次整容手术。和子觉得，如果不是因为整容花掉那么多的钱，自己的逃亡之路就不会这么悲催，所以必须把投资的钱赚回来。而此时自己从上到下的本钱只剩下一样，那就是肉体。凭借博大的胸怀和巧舌如簧的嘴巴，和子很快得到了当地一位退休妈妈桑的赏识，甚至还当起了店长。可那位妈妈桑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和子对自己身份的遮遮掩掩早就引起了他的怀疑。结合电视台和报纸的通告，在一天2人喝酒时，妈妈桑说出了自己悲催的过去。当时无心学习，年纪轻轻就做了小太妹，不料刚出来没几天就被蛊惑在轮奸，一气之下错手杀害了男友并逃亡至今。每当看到街上那些依偎在父母身旁的孩子，自己的心里就在滴血。看到声泪俱下的妈妈桑，和子也道出了自己的秘密。一席肺腑之言，2份相思之苦，10年逃亡之路，终于有个人可以倾听自己的苦与恨。几杯浓酒入肚后，和子起身为妈妈桑盖上的外衣，留下一封告别信后，默默走出酒吧，登上了前往广岛的列车。1996年，日本爱媛市松山警察署发布了悬赏通告与和子的录音带，称谁要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，谁就能获得警方100万日元众筹。算上曾为和子整容的美容院的资助，酬劳更是来到了500万日元。500万日元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于当时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日本来说，这500万日元就是一笔天大的巨款。谁不想靠一个电话就赚到500万呢？终于在1997年的7月29日，距离诉讼时效还有21天时，日本警方在福井市一家关东煮里抓获了福田和子。所以事情就此落下帷幕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对于警方来说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福田和子被捕后，起初拒不承认自己杀害安冈厚子的事实，相反，他还说自己只是一个被迫参与的从犯，真正的主谋是丈夫池上，自己只是在丈夫的威胁下参与了藏尸过程。福田和子心里的算盘其实很简单，他知道距离自己犯罪的有效诉讼期只剩下21天，在这21天，只要死死咬住丈夫是主谋的说法，警方就不能直接定他的罪，除非找到有力的证据。面对和子的抵赖，当时日本负责该案的刑事科长中井邦彦压力山大，因为和子当年的丈夫池上已经离开人世，没有证据能证明池上不是主谋，也没有证据证明和子就是主谋，所以对和子的起诉一时间陷入了死胡同。中井科长立马联系了松山市的警员帮忙，在费尽几番周折后，幸运找到了当年池上的同事，并证实当年案发时池上人在东京的不在场证明以及池上的个人日记2项证物。终于在1997年8月19日，距离有效诉讼期过期前的11个小时，日本警方以充足的证据成功向法院起诉了福田和子的罪行。随后法院判处了和子无期徒刑。2005年，福田和子在监狱中因病去世，享年57岁。被捕消息传开后，福田和子的身世也随即被爆了出来。根据日本警方公布的资料，福田和子父亲早年出轨，留下母子2人和别人私奔，为了生计，母亲不得不卖身养家。
即使后来再婚，也依旧没能给盒子一个完整的家庭。从小就缺乏正确引导的盒子，年纪轻轻便成为了小太妹，甚至伙同男友抢劫被捕入狱，监狱中又受尽了狱警的侮辱。从案发到被捕起诉，福田和子整整逃亡将近15年。如果福田和子没带当年那位妈妈桑的骨灰回福井安葬，也许这起案件的正义永远都会迟到。松山、大阪、东京、名古屋、广岛、神户、福冈、宫津、福井等等，这些城市不论多么繁华，但对于盒子来说都是遍布孤独的野径荒丘。所以请不要随意踏入黑暗，因为即使有光能照进黑暗，光的背刺依然是黑的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